玄古天尊，万年来上界无人能突破帝尊之境，如今你得了帝元，想趁机借此突破帝尊。可若一旦让你成功，这上界维持了数万年的平衡都将被你打破。所以，今日我等请尊赴死。请我赴死？本尊此刻神魂镇地关，肉身炼道劫，的确无暇分心。可就凭你，也配来送我上路？我一人自然是不够，诸位还不现身？原来如此，为了阻止我成帝，你们竟联手，倒是豁得出去。喂，一起出手，必死无疑。若非本尊正在破境，就凭你们也配围杀我？就这样，本尊还是没能踏进帝尊之位。结束了。他的肉身已灭，可玄古的神魂可没那么容易死。玄古天尊的神魂的确无法直接抹杀，但方才我已将九幽沉魂印打入他的神魂，他会迷失九幽万年，纵他神魂再强也得死。既如此，便按先前说好的来。玄古的那些修真星遗产，咱们各凭本事瓜分。这是哪？本尊不是已经被那群天尊联手诛杀了吗？宁晨，你爹早死，现在宁家我爹说了算，少族长的位置只能是我的。赶紧带着你那个病秧子娘亲滚去旁系待着，老老实实当个废物，我还能留你条贱命。我堂堂玄古天尊，竟然魂穿到了下界一个废物少年身上，原体本是天才，却被凝烈恶意废掉丹田，根骨尽毁，修行之路彻底断绝。不过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小伤，很快就能恢复。放心，既然我占了你的身体，你的仇我会帮你报的。沈小姐，晨儿还伤着，你不能进去。有些话我今天必须说清。你醒了，母亲。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母亲不必担心，我没事。宁晨，今日我是来退婚的。宁晨，今日我是来退婚的。如今我已一只脚踏入聚气境，苍玄学院的长老也答应在1个月后的招生大典上收我为亲传弟子。而你如今根骨尽毁，修为皆失，根本配不上我。清月，伯母您是个聪明人，宁晨现在重伤未愈，您救急缠身。前阵子您还把最后的几块灵石都拿去给他抓了药，自己没钱买药，身体越来越差。这是养脉丹和20枚下品灵石，可以帮宁晨疗伤，也够您去买药，全当我退婚的补偿。丹药你拿回去，我只要灵石。我母亲的病确实拖不了，这些灵石算我借你的，日后我会加倍奉还。丹药就不必了，我就算再落魄，也不需要你的施舍。前世我只知修行，从不知这世间竟还有这般情谊，宁可自己疾病缠身，也要把活路都留给孩子。宁晨，你不必逞强，这瓶养脉丹对你很重要，即便你以后都不能修炼，它也能护住你的经脉，让你能做个身体健康的普通人。你方才的意思是只有天才才配做你的未婚夫，所以你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愿意陪你从低处走到高处的人，而是生来就站在高处，能让你顺势借力的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你既不愿与人同甘共苦，就别嘴上富丽堂皇。告诉我家小姐肯亲自登门，已经是给你脸了。再多嘴，信不信我今日便送你们母子一起上路？沈奎，退下！我不会拿沈家的前途去赌一个废物能否翻身。告辞。晨儿，你这又是何必？母亲不必担心，你的病我会治好。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敢这样轻贱我们母子。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糕，宁家这种地方，若没实力，连活着都是奢望。修行一道，根骨为炉，经脉为核，根骨成灵气，经脉运真元，二者缺一，便是这修行路上的废人。这具身体根骨尽碎，经脉寸断，丹田残裂，被世人认为是废物，倒也不冤。可破损不代表不能逆生，我正好掌握一门逆生骨脉诀，可逆开废骨，重续断脉。
这点痛还死不了了。地纹，地元界跟着我一起魂穿了，这是功法太初地骨经。我前世修炼的已是上界顶级天级功法，可这太初地骨经竟还远在其上。好快的吞灵速度，至少是前世天级功法的数倍，而且凝出的真元精纯无比。铜镜之内，寻常修士根本不可能是对手。聚气境初期，元神巅峰也不过炼体圆满，如今倒是比从前更强了一些。有地元在身，又有太初地骨经相辅，这一世我突破帝尊的把握比前世大上数倍。上界那笔血债，本尊迟早会亲手讨回来，但眼下还是要先治好母亲的病。火阳藤3钱，寒随花1株，赤叶灵芝半斤，再来4钱凝神花。小伙子，这几味药一寒一烈，药性相冲的厉害，根本不能一起用。你买来做什么？是药。年轻人，小心没拿捏好分寸，吃出人命。可有地髓玉参？哼，那可是稀有灵药，别说我这小铺子，整个宁家方氏都未必找不出一株。就算真有一株，少说也得上百下品灵石，你买得起吗？以火阳藤寒随花为引，佐与赤叶灵芝凝神草，可炼回元温脉散，聚拢母亲体内散乱的寒气，稳住气海与经脉。若要治本，还得用地髓玉参做主药，配合功法温养根骨。可惜这种品级的灵药，这种地方根本找不到。你刚才说的那几样，全加起来要40枚下品灵石，买不起就别装，没钱还学人配药。那便换3副清肺养脉散，再抓2副止咳的普通药。还是太缺灵石了。青苍大陆上有不少我前世留下来的洞府遗迹，只可惜以我如今的修为，根本进不去。不过若只是取一批灵石，倒有个地方刚刚好。黑风岭里有我前身留下来的小洞府，可以解燃眉之急。先拿回这笔灵石，再把宁家欠元神母子的一点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黑风岭是青苍大陆边缘有名的险地，里面低中阶妖兽密布，宁家与附近几大家族的子弟常来这儿试炼。我得隐藏身份，不然被他们发现我的丹田非但没废，反而修为更进一步，定会觉得我有奇遇。如今我修为尚浅，少一桩觊觎就少一桩麻烦。再往前，便是我前世在此突破元婴时随手留下的一座小洞府，里面东西不多，但拿一批灵石应急绰绰有余。沈清月和宁烈倒是巧了，这石门上的道纹如此古老，里头的洞府少说也是金丹境前辈留下的，可单凭我们这点人，根本吃不下。这洞府禁制未破，守门妖兽又已是聚气初期，里面指不定还有什么凶险。继续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依我看，不如先各自传讯，请家中长辈前来。好，先叫人。不行，若真让他们把长辈引来，这洞府我便只能拱手相让了。更何况这本就是我的东西。不用请了。此人来的无声无息，我竟半点没察觉到动静，而且我看不透他的修为，他的实力只怕不在你我之下。前世我为仙尊，如今就算修为尚浅，凭这份底子也足以扰乱低境修士的感知，除非高出我2个大境界，否则没人能看穿我的深浅。这位道友看着面生，不知来自哪家宗门。山野散修，不足挂齿。这声音怎么莫名有些熟悉？在下宁家少族长宁烈，这洞府是我等先发现的，按规矩该请各家长辈到场，再议机缘分配。这沈清月背后有苍玄学院长老，真分起来他肯定拿大头，但第2份怎么也该轮到我宁家。至于这不知来路的散修，等家中长辈一到，顺手宰了便是。我说了，不必请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你想独吞这洞府？独吞？这本就是我的洞府。你的洞府？哼，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手洞妖兽凶性十足，明显是洞府孕育的守卫。你说洞府是你的，那这妖兽难不成也是你养的？守门妖兽就已是聚气初期，这洞府年代如此久远，里面未必没有更强的禁制与存在。阁下莫要托大，稳妥起见，还是请长辈前来为好。妖气化罡，吼震神魂，这是金丹境的青木妖元王。
黑风岭怎么会有金丹期的妖兽？完了，所有人都要死在这儿了！该死，竟然是金丹期的妖兽，比我高2个大境界，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你既是被我破镜雷劫所伤，那本尊今日便送你一道机缘，参悟此字，可助你淬骨炼血，开灵生慧。往后便叫你小猴吧。小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你竟还活着。他没有杀意，反而主动亮出了掌中骨字，应该是认出我了。小猴，收了威压，让他们离开。那可是金丹期的妖兽，竟真的听他的。前辈，刚才多有冒犯，是晚辈有眼无珠。既然这洞府与前辈有关，那我宁家自当……滚！该死的散修，给我等着！金丹妖君竟甘愿听命于他，难道此人是和师父一样半部元婴的大能？前辈，刚才是我等误闯此地，多有冒犯，谢前辈手下留情，我等这就离去。小猴，你还认得我？这股熟悉的妖魂波动，果然是他。这么多年过去，你竟还记得我？也是，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会叫你小猴？你要把他托付给我。原来如此，你寿元将近了，你能看出我修为跌落，却还信我能重回巅峰。好，既然你们愿认我为主，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你能修到金丹，已是打破了这片天地的血脉桎梏。按理来讲，寿元枯竭本无法逆转，不过我手中恰好有一门适合妖修的延寿法门，修成之后可再延寿100年。此法名为长青妖息诀，他并未修行过功法，能到聚气境，全靠继承了你的血脉。可若想走得更远，只靠血脉远远不够。此法修至深处，可练筋骨通灵窍，化万象，甚至演化72般变化。往后，你便叫悟空，悟天地，悟本我，心有灵空，不受樊笼。走，进洞府。这里的灵石应该也够母亲用上一阵了。灵石矿脉，这里怎么会形成一条灵石矿脉？我当年所留此地的乃是一批极品灵石，极品灵石自蕴灵性，久埋地脉，与山川灵机相融，经年累月之下，竟演变成了一条完整的灵石矿脉。天地演化，山川生变，倒真是好一番天道伟力。若将这条矿根开采完，灵石数量绝不会少，足够我和母亲用一段时间了。先取一批应急，待我在下界站稳脚跟，再来慢慢开采也不迟。有小猴镇守在此，也不怕宵小之辈觊觎。灵石够了，可母亲的病还差一味主药。小猴，这黑风岭中可有地随玉身？这些，你这些年到底攒了多少家底？都给我，你倒是大方。这里面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只是除了灵草药材，其余大多为人族修士的法器宝物，对妖兽而言没什么用。储物戒，在这青苍大陆倒也算是稀罕物，先凑合用吧，待日后寻到好材料再炼一个大。这些给你和悟空留着，与你们修行有益。行了，我也该回去给母亲炼药治病。收好这里，过些日子我会再来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孩儿敢断言，那人绝不可能是什么金丹大能，他带给我的威压远不如那头青木妖元王恐怖，所以孩儿怀疑他不是金丹修士，不过是撞了大运，得了什么能控运妖兽的宝物，才掌控了那头金丹妖元。而且那洞府灵气浓郁的惊人，外面还有守门妖兽，里面绝对藏着天大的大机缘。若真如此，那洞府和金丹妖元便是我宁家天大的机缘。派人去盯死那座洞府，看看那散修究竟有多少底牌。等我们摸清了他的底细，就请你爷爷出山灭了那散修，独占洞府里的所有资源。周伯，你还是走吧，如今我们二房连你的月钱都掏不出了。夫人，这话我不能听。当年若不是二爷救我，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如今少爷遇难，您又病成这样，
若我这个时候走，还有什么脸去见二爷？周叔，你不用走。母亲，咱们家不缺这点钱。这么多零食，晨儿，你哪来这么多零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危险的事？我在外面发现了一处灵石矿脉，这些只是先取回来的一部分。周叔，你拿这些灵石暗中去招些靠得住的家丁和婢女，往后我准备开采那条矿脉。灵石矿脉，晨儿，你可知那是什么概念？那等资源向来只有世家和宗门才有资格掌握。少爷，便是我们真发现了矿脉，只凭如今的二房根本守不住。果然，没实力什么都护不住，必须尽快提升修为。此事暂时不要对外声张。周叔，招人的事切记别惊动大房。你们放心，一切有我。母亲，先回房歇息吧，现在就炼药。火阳藤性烈燥毒，需先文火逼出燥气，否则药性伤肺脉。寒随花性寒，需等炉火3转再入，方能寒入骨而不伤脉。赤叶灵芝养血，凝神草安魂皆是辅药，真正定根本的是地髓玉参。地髓入炉，需风灵锁气聚髓，错一步便整炉全废。成了。母亲，把药服下。这药已经见效了，后面再调养几日，你的身子就能彻底痊愈。我儿真的长大了，是母亲没用，你父亲走了，我护不住你，也给不了你好的资源。母亲，其实你没病，身体不佳是因你体内有寒骨，只是你没有修行对应的功法，才导致寒气在你经脉中乱窜，久而久之成了常人眼里的固病。如今那些乱窜的寒气已被药料尽数引入你的气海，只要再配合一门合适的功法将寒气炼化，你不但能痊愈，修为还能更进一步。我也能修炼。这是寒月归元诀，地级下品，温和稳固，最适合你现在的根基。功法太高，你反而驾驭不住，得不偿失。晨儿，你如今真有本事，你放心，母亲一定好好修炼，以后也能护着你。少爷放心，招人的事，老奴这就去办。你能护住自己便足够了，其余的我会解决，让你母凭子贵。宁晨，你好大的架子！这老家伙倒是嘴硬，我问他哪来的那么多零食，又是招家丁又是买婢女，他不肯说，我就只好亲自上门来问了。哟，竟能下床了，恢复的不错嘛！我就说当年你爹从秘境重伤回来，肯定得了什么好东西，他还嘴硬说什么都没有。现在看来，那宝贝早就偷偷送回你这人手里了。说什么？你们不是说他是死在秘境里的吗？他还回来过。厉害！怎么生气了？既然说漏嘴了，我也懒得再藏着掖着。你爹根本不是死在秘境里，而是重伤逃回来之后死在我们手里。找死！什么？不可能！我可是聚气初期，你怎么能一招击败我？该死！宁冲锋果然私藏了宝贝，竟能不但能让你恢复，还让你境界暴增。具身体在听到杀父之仇时，情绪竟会不受控制。不过既然已经出手，那便不必再藏了。宁晨，你还想杀我不成？你可想清楚，你若杀了我，我父亲立刻就会赶来，到时候不光是你，你娘也得死。晨儿，不要冲动，你如今有本事了，母亲相信你将来一定能替父亲报仇。可你现在还没实力跟他们抗衡，母亲不能再看着你也出事了。以我如今的实力，再加上小侯父子，就算金丹境来了也打不过我。可母亲才刚服药，根基未稳，若这些人转头对她下手，我不一定能防住。滚！宁晨，这事儿没完，你给我等着！少爷，是老奴办事不力，与你无关，先把伤养好，其他的之后再说。晨儿，你已经长大了，无论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母亲都支持你。母亲，周叔，你们放心，一切有我。
万象楼，当年我随手在青苍大陆立下的商会，竟一直存续到了今日。拍卖宝物、发布任务、收受资源、雇佣修士，只要出得起价，在这里没有办不成的事。前辈，难道是我看错了？不，那背影分明就是他。我来雇人，至少灵海境起步，若有金丹境也可以谈。客人可知，在万象楼雇修士价码可不低，光聚气境都得1月100枚下品灵石起。至于灵海境以上，那就不是单靠灵石就能请得动的了，得拿出让人心动的宝物。地级下品功法，够不够？功法分天地玄黄4阶，越往上越稀有。一本地级功法足以让中小家族奉为镇族之宝。区区地级下品与我不算什么，可在这下界已足够让人眼红。客人莫别说笑，若真有地级下品功法，这买卖已经不是我能做主的了。还请移步贵宾室，容我去请分会管事。带路。客人久等了，在下万象楼分会管事柳如意。听说阁下手中有一部地级下品功法，若方便，可否让我先验一验货？既然真是地级下品，还是一部能修到金丹境的完整功法。同级功法也分高下，我真正掌握的那些，拿出来太过扎眼。这本从小猴石窟里搜出来的功法，拿来交易最合适不过。我如今终究不是玄古天尊，万象楼也未必会因前世因果就认我，谨慎些总没错。阁下这笔交易，万象楼接了。按楼中规矩，此功法我们会收录一份踏本，作为交换，万象楼会为你调拨2位灵海境后期修士，替你差遣。寒山见过主家。秦娘子见过主家。另外，这枚令牌阁下请收好，这是万象楼天恒城域的最高规格贵宾令，持此令可自由出入万象楼各处交易场所，往后无论买卖、雇人还是参与拍卖，皆有专属折扣。还有一事，既然这2位今后都要听你调遣，他们的去向听命于谁，楼里总要有个底数。阁下其实不必如此遮掩，我万象楼最重诚意，从不做损害贵客的事。宁晨，你是宁晨？宁晨，他不是早就经脉根骨尽废，沦为宁家弃子了吗？可他如今不仅修为恢复，甚至更上一筹，还能随手拿出一整部地级功法。他敢在这时候主动亮明身份，就说明他根本不怕旁人觊觎他的机缘。金陵岂是池中物，此人只能交好，万万不能得罪。方才是如意失礼了，原来是宁公子。少年藏锋，出手不凡，当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年长你几岁，若不嫌弃，往后可以叫我如意姐。在这天恒城里，我柳如意还算有几分薄面，以后有什么麻烦，尽可以来找姐姐。他这是想与我交好，真论年岁，我做他祖宗的祖宗都绰绰有余。罢了，既然借这具身体行走世间，便按这具身体的身份来。多谢如意姐，没别的事，我便告辞了。如意姐，方才那位前辈，如意姐你不知道，前2日在黑风岭，曾有一头金丹妖兽听命于他，金丹妖兽奉他为主。宁晨弟弟果然比我想的还要深不可测。他哪里是什么前辈，不过是个和你修为相近的小弟弟罢了。和我修为相近，那岂不是也才聚气初期？聚气初期竟能让金丹妖兽俯首听命，如此手段还这般低调隐忍，这才是我心中道理该有的模样。对了，我听说你和宁晨退婚了。世人都说我薄情寡义，可我若不退，既对不起家族，也有损师父清誉。况且我心中的道侣本该是方才那位公子一般的人物。如意姐，我还要回宗门，先告辞了。若有一日你发现你心心念念的那位高人正是你亲手退掉婚约的宁晨，真不知你会是何等表情。你确定宁晨不光修复了经脉根骨，修为还突破到了聚气初期？孩儿拿命担保，我都被他打成这样了，怎会看错？一定是宁重风那个杂碎，当年从秘境里带了宝物回来，
秃头留给了他们母子。若真如此，能让废体重塑经脉，一步入巨气的东西，绝不是寻常药材，而是真正的天才地宝。父亲，这次绝不能再留祸患，他们母子都得死。带上人，先去探探他的底。若真有宝物，今日便一并收了。既然你们以奉我为主，有些事你们也该知道。宁家大房的宁烈、宁重月父子是我的杀父仇人。若只是宁烈与宁重月，倒不足为惧。宁重月虽是灵海境后期，可我与秦娘子联手，并不怕他。真正麻烦的是宁家那位老家主，他可是金丹境的修士，一旦亲自下场，局面便完全不同了。林海与金丹之间如隔山岳，若主家想让我们直接杀了那对父子替你报仇，恕我二人直言不现实。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替我报仇，我只要你们替我牵制住那对父子，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为我争取时间就好。多久？3年。3年之内，我必亲手杀了他们。你们二人也会在我手下一并踏入金丹。主家如今是什么修为？巨气初期，这般年纪有巨气初期，确实是天才。可想要3年之内连跨数界，亲手斩杀灵海后期，未免太天方夜谭。至于助我二人入金丹，这等话便是元婴老祖也不敢轻易许诺。罢了，看在地级功法的份上，先护他性命无忧便是。来了？什么来了？灵海后期。应晨，给我滚出来受死！主家竟比我和寒山还先察觉来人。难道他在聚气者便已生出了神识？不可能，修士唯有踏入灵海，灵力凝出神识雏形，方可真正外放感知。待灵海大成，神识方能铺开，才能足不出皆知方圆动静。他才区聚气初期，绝不可能有神识，想来只是另有手段。宁烈、宁重妖，你们如此擅闯偏院，就不怕家主知道吗？怕？就算爷爷知道了又如何？如今宁家能撑墙面的只剩我们大了，就算真把你们这一脉都斩草除根了，爷爷为了家族传承，也不可能真拿我们怎么样。你们想动我儿，就先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母亲，无需担心。主家母放心，今日有我和寒山在，谁也别想在这里撒野。灵海后期，两位道友修为不凡，何必屈居在宁晨这个废物？何必屈居在一个小辈麾下？若两位肯入我宁家，我必给二位更好的待遇。要打便打，少在这里放屁！两位当真要为了他与我宁家为敌？你们可知我父亲乃宁家金丹老祖？宁家老祖的名头谁没听过？仅凭一部玄级上品功法成就金丹，可如今100年过去，他的寿元恐怕早已所剩无几了吧？若非真正的灭族之危，他根本不会轻易出关。该死，这两人竟把宁家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硬来肯定不行，那便只能换一种法子。宁晨，你终究是宁家的人，身上流着宁家的血。你父亲当年从秘境里得了宝物，若能早些交给家族，宁家何至于内耗到今天？只有把宝物奉献给家族，家族强盛了，才能庇佑你们母子平安。杀兄弟逼遗孀，害我父亲，还想夺我机遇？就凭你这种货色，也配跟我谈家人？从今往后，你宁家是我宁家，我宁晨是我宁晨。好，好，好，宁晨，你这是要自立家门，与我宁家断绝关系？你可以这么理解。既如此，从今日起，我宁家会全城通告，任何敢与你宁晨结交、相助你的人，皆是我宁家之敌。好，那我今日也把话放在这儿。从今往后，凡与你宁家为王者，皆视作与我宁晨为敌。就凭你，即便我家不亲自动，你真是疯了！巴结宁家的人也自会来取你性命。我们走。主家，你这话说得太满了，方才逞一时义气别罢了。若真与宁家全面对立，便是我和寒山也未必护得住你们周全。我们说这些不是担心受你牵连，只是修行一途，过刚易折。我二人虽是灵海后期，可若正面对上金丹，也未必扛得住一击。我既然敢说，自然有我的底气。你们二人若当真担心，大可将那地级功法练成后自行离去。可若练成之后仍愿留在这里，我宁晨许诺，你们今生的成就绝不止金丹。主家，我们说这些真不是怕担责，只是这世间许多事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的。
说我们背后也有一位金丹，地缘加持，再配合太初地古经，这具身体的修炼速度比我预想还快。再服以丹药，短短数日，修为便已逼近聚气中期。照这个速度，1年入灵海，3年破金丹不成问题。少爷，进。少爷，按您的吩咐，家丁矿工都已经招齐了，领头的工头也是挖了半辈子矿的老手。好，叫上人，随我去矿脉。矿脉，便是小型灵石矿脉，也不是寻常势力能把握的。一般只有金丹坐镇的世家宗族，才有资格占下1、2座。难道主家背后真的还有一位金丹？等到了，你们自然会知道。这不是小型矿点，这一整条岩层竟全是灵石。老爷若还活着，看到这一幕，俺挖了半辈子矿，还是头一回见这么肥的灵脉。重色。修炼的不错。这是金丹妖兽。金丹境还是以蛮力见长，同境修士少有敌手的青木妖猿一脉，可他方才是在向主家行礼。这头金丹妖猴在奉主家为尊。少爷真的长大了，以后夫人和少爷再不用任人欺凌了。他叫小猴，这是悟空，见过元王，见过悟空道友。先前多有失礼，还望恕罪。现在你们还觉得我先前的话是狂妄？寒山愿誓死追随主家，今无论刀山火海，绝不退后半步。齐娘子也愿追随主家到底，能得主家看重，是我2人的机缘。周伯，带人准备开采，先从外层矿壁动手。是，少爷。那是极品灵石。我修行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等宝物。按这储量来看，这处矿脉至少能开采出几10万下品灵石，中品上品也绝不在少数。如此一来，短时间内便再没人能用灵石拿捏我。陈儿，万象楼方才派人送来了这个，说是2日后有一场大型拍卖会，这是拍卖名录，你若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选品绶带，正好可以让小猴和悟空栖身，日后若有变故，也能随时召他们出来应敌。这场拍卖会我会去。母亲，寒月归元诀你已经炼制入门了。按你教的方法运转了几个周天，体内寒气果然不再乱窜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些年折磨我的，居然是我的机缘。既已能修炼，便别省着，拿去炼化，进技能更快些。这太多了。不多，以后我们不会再缺灵石。引灵入体，沉丹归海，聚气凝玄，地缘再深，我的炼化速度本就远超常人。聚气中期，修行越往上，资源消耗就越恐怖。若不是我有修行万年的经验，这一次突破消耗的灵石至少还要翻上几倍。恭喜主家突破，拍卖会也快开始了，那便出发。这里来往的可都是天恒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个被宁家逐出家门的废物，也配踏进万象楼？我宁家已经通告全城，交好宁晨便是与我宁家为敌，你知道该怎么办？搅了，我也说过，与宁家为友，便是与我宁晨为敌。好大的口气！不过是仗着2个灵海境的护卫，你还真当自己无敌了？这位公子，今日拍卖会规格极高，只接待有身份的贵客。您若无请帖令牌，还是改日再来吧。什么才算有身份？那自然得是世家大族，还得持有万象楼赠送的入场令牌。你有吗？没有就赶紧滚！不好意思，我还真有。下级贵宾令！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放肆！万象楼令牌，谁敢作假？你自己没见识，不代表别人拿不出来。令牌为真，贵客恕罪，方才是小人失礼了。既如此，不知道以此令牌，能否让宁家人不得入内？甲级贵宾令乃我万象楼在天恒城域内的最高规格令牌，
贵客若不愿与旁人同场，自有这个权限。传下去，今日拍卖会，宁家人不得入内。你们万象楼，这是要因他宁晨与我宁家交恶？这是楼里的规矩，小人也只能照办。你们可想清楚了，我宁家可有金丹大能坐镇，而他不过就是个聚气境的废物。你宁家算什么东西？见过刘管事。那刘管事竟然亲自帮宁晨。宁晨弟弟来了，怎么不提前知会姐姐一声？不过来参加场拍卖会，何必麻烦如意姐亲迎？刘管事，你可莫要一时糊涂。我宁家在城中经营多年，底蕴、人脉、产业哪样不比他重？比底蕴好啊！从今日起，凡与宁家涉足者，我万象楼商会一律不接待。你疯了！你竟为了他做到这种地步！别挡了我贵客的路！怎么不进去？忽然想起还有些事要办，这拍卖会我就不参加了。那人就是宁家如今最被看好的少族长人选。是，有些天赋，但也只是如此。你乃极品灵根，更是入了我的门下，眼光不能只放在这等小人物身上。你的道理至少也该是学院真传，乃至一域天骄。弟子明白。我的道侣该是那位公子那样的人。宁晨弟弟，今日看上了什么拍品？选品灵兽带。没想到弟弟竟还养着灵兽。不过今天冲着这灵兽带来的人可不少，你可要当心些。若灵石不够，姐姐建议。多谢如意姐，不过应当用不上。也是，姐姐倒忘了，弟弟家里如今可是有座灵石矿脉。果然，万象楼的情报体系还是和当初一样灵通，更何况前些日子大肆招矿中，这事本来也瞒不了多久。拍卖会马上开始，我便不打扰你了，有事可以随时叫我。好。此次拍品里有一件选品灵兽带，等过些时日你入了苍玄学院，可去兽院挑一头灵兽，这灵兽带便当为师送你的入门。多谢师尊。下一件拍品选品灵兽带，可容纳2头灵兽，内蕴稳灵阵，底价3000下品灵石。3500、4000、8000、12000。原来是包房里的贵贵，看来这东西与咱们无缘了。12000，第一次。15000。本座陆清霜，乃苍玄学院长老。这只选品灵兽带是我准备送给徒弟的入门之礼。若阁下肯抬手割爱，算陆某欠你一个人情。苍玄学院长老，那可是金丹级别的人物，这下另一边总该收手了吧？沈清月，退婚。抱歉，这灵兽带我也很需要，18000。师尊，要不算了吧？3万，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你若还能加，它便归你。3万下品灵石的确虚高，可这灵兽带刚好能容纳小侯与悟空，关键时刻能救命。至于得罪他，如今也顾不得了。30100。30100第一次，30100第二次，成交！这人到底是谁？竟连苍玄学院长老的面子都不给。看来这灵兽带对弟弟当真有大用，不然也不会连金丹真人都敢得罪。下一件拍品是从一处古修遗迹中得来的古器残片，此物材质特殊，水火不侵，可我万象楼查验多日，仍不知它究竟有何用处。起拍价1000下品灵石。这是能让地缘生出共鸣，此物绝不简单，必须拿下。1000。果然不是错觉，陆清霜的神识也一直没有收回去，看来他盯上我了。这里面有100下品灵石，替我交给沈清月，告诉他那20枚灵石我今日连本带利还给他，从今往后我与他两不相欠。是，主家。沈姑娘，这是我家主家命我送来的。他说当初那20枚灵石，今日100枚奉还，自此两不相欠。他又何必如此？我们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走，去会会方才那个与我竞价之人。师尊知道那人是谁？我一直以神识锁定着他，他还未离开，想来他也已经察觉到我在盯他了。他能察觉到师尊的神识，莫非对方也是金丹真人？不是，只是个聚气中期，而且很年轻。聚气中期？不对，本城年轻一辈了，能到聚气中期的，除了林家少族长林玄舟，便再没有旁人了。去了自然就知道了。宁晨，怎么会是宁晨？他不是早就经脉尽髓，沦为废人了吗？为何不但恢复如初，修为还踏入了聚气中期，甚至已经超过了我？他就是先前与你有婚约的那个人。是。我本以为能在这个年纪踏入聚气中期，身边还跟着2位临海后期修士的人，该是哪个大宗门大家族出来历练的嫡系，没想到竟是传闻里被废掉的天才。你如今经脉根骨尽复，还能有这般修为，显然是得了大机缘。可你已经乱了我徒弟的道心，那便留不得你了。他是金丹真人，主家小心！这里是万象楼，阁下纵是金丹真人，若在这里贸然动手，被问起责来，便是苍玄学院也吃不消吧？哼，万象楼势力庞大，我苍玄学院自然不愿轻易得罪。可你不过一个聚气中期的小修，我不信万象楼会为了你一个无名之辈，与我苍玄学院撕破脸，是吗？宁晨乃我万象楼贵客，伤他，便是与我万象楼为敌。陆长老，这里是万象楼，你若来做客，我自当以礼相待。可你若想在我万象楼的地盘上动我的贵客，那便是在坏我万象楼的规矩。刘管事好大的口气，为了一个聚气境小辈，竟要与我苍玄学院翻脸。翻脸？陆长老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宁晨持我楼甲级贵宾令，在我眼里，他比你更值得护。甲级贵宾，如意姐竟肯为了宁晨正面压住师尊。好，万象楼能护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我的事便不劳陆长老费心了。这东西倒还勉强能用，进去试试。不错，聚气中期了。看来你把我传你的第一重法门已经练明白了。这是苍玄。果然，这不是寻常古器，更像是一处旧日遗产的奇药残片。地缘不仅能助我修炼，还会与某些古遗物、旧镇核心产生共鸣。若能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前世留在下界的那些遗产，未必不能一一重启。苍玄学院，下一步必须去那里看看。少爷，矿脉外层已经开出来了，首批共得下品灵石23000枚。中品灵石420枚，上品灵石16枚，另外还有13车原矿正在继续切开，比我预想的还快一些。不止矿脉见效，我与寒山修了主家所赐的地级功法后，灵力比从前凝练了不止1成。若再给我一些时日，我或许能先摸到半步金丹的门槛。急不得，先稳根基，真到该破境时，我自会助你们一把。是。还有一件事，万象楼放话之后，城里和宁家有往来的药坊、护卫行、矿料铺已经断了大半。刚刚传来的消息，宁家2间商铺已先后关门。意料之中，若这势头再拖下去，宁家撑不了多久了。三长老，城下药坊断供了，矿料铺那边也说不再接宁家的单子。够了！你们父子不是说封杀一个宁晨轻而易举吗？如今倒好，宁晨没封死，先把整个宁家封死了。不过是仗着万象楼撑腰，若没柳如意，他宁晨算个什么东西？哼！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城中7成商路都不敢和我宁家来往了，再撑几日，族库都得见底。闭嘴！事情还没到绝路。父亲，林家不是一直和咱们有往来吗？去找他们。玄州贤侄，宁林2家多年交情，如今我宁家只是暂遇些麻烦，还望林家能出手周转一二。宁伯父言重了，只是这件事
玄州做不了主。做不了主？你不是林家少族长吗？正因为我是少族长，才更不能拿整个林家去赌一个已经快成的局。人已经打发走了，宁家如何？外强中干，最多再撑些时日。一棵已经开始腐烂的树，扶不回来的。倒是那个宁晨有意思。继续看，我倒想知道，这个能让万象楼亲自站队的人，还能掀出多大的浪？家主，再不请您出关，宁家就真要完了。说，城中风沙，商路断绝，宁家连关2间商铺。这就是你给宁家交出的答卷？父亲，此事是宁晨。住口！家族都快被你们拖进棺材里了，你们还只会把账算到一个晚辈头上。爷爷，只要您出手擒下宁晨，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蠢货！万象楼既已明着站他，你还敢去逼？你是嫌宁家死得不够快吗？我问最后一次，现在谁能救宁家？宁晨，这些年家族对二房亏欠太多，如今宁晨既已起事，便不能再拿过去那套丫头。被重礼清旧账，停掉一切针对他的动作。谁在私下挑事，家法处置。家主，那宁晨若还是不肯回头呢？不肯回头也得先去谈。宁家想活，总要有人放下脸面。明日我亲自去见宁晨。成了，夫人，您终于踏上修行路了。这么多年，我竟真不是病人。从今日起，母亲不必再受那口病气拖累，矿上的账目人手调度也可慢慢接起来了。夫人若愿意，老奴便把这几日的矿账先交给您过目。好，当初我们母子最难的时候，无人问津。如今晨儿站起来，连家主都亲自登门了。宁晨，从前种种是宁家亏待了你们母子。只要你愿回族资源少族长之位，乃至今后整个宁家，都可向你倾斜。我若是你不管，我母亲受辱时你不问，如今我站起来了，你来和我谈家族，那你要如何才肯原谅宁家？第一，宁烈父子交出来；第二，宁家中尚有人品行不算太烂，他们若愿脱离旧秩序，可来依附我；第三，宁家想活，不是让我回去，而是从今往后以我为主。宁晨，既然你不给我活路，那就谁都别想活。听清楚，从今日起，谁也不准再去碰宁晨母子。谁若坏我宁家最后一线生机，我先废了谁。爷爷，您真要为了一个外人断我的路？把宁家逼到这一步的人是你。若不是你一再挑衅，把话放绝，万象楼怎会顺势踩死我宁家？从现在开始，你少族长的一切权柄全部停下，再敢私自生事，我亲手打断你的腿。你也是。若还拎不清轻重，这大武主事的位置，你也别做了。听我拳，等宁晨真坐稳了，别说少族长，我和你都得给他跪着活。小声些，你爷爷现在正在火头上，那就更不能等。定黑风岭洞府的人今日已经回了信，那座洞府里的灵石矿脉果然在给宁晨开采。那天在黑风岭装神弄鬼的灰衣散修，也就是他。至于那头金丹妖猿，这些日子一直在矿脉那边镇着场子。黑风岭我动不了，可他母亲刚突破，已经开始掌矿账。只要把他抓了，把矿账烧了，宁晨就是条再凶的狗，也得回头护家。大公子要杀谁？不，我要他活着落到我手里。至于宁晨身边那些人，能杀几个就杀几个。够了，今夜之后，他就知道得罪宁家要付什么代价。有敌！林海静，先抓那个女人！冲我来，我还能多看你一眼。动我母亲，你们找死！悟空又强了，
小畜生，先拿你！小猴，金丹妖猿，他不是该在黑风岭守矿脉吗？宁烈少爷，你害我！这种货色，以后不必你出手。长青妖息诀才刚稳住你的气血，多动一次妖元，便多伤一份根本。我知道你的心意，可这些小角色还轮不到你拼命。下次这等事交给他们便够了。是我二人失职，下次绝不会再让主家动用这等底牌。宁烈，看来你是真嫌自己死得太慢。昨夜有人夜袭偏院，死前还喊了你的名字。胡说！不过是一具尸体，一块破牌子，也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宁烈，你是真想让宁家灭族？爷爷，此事真不是我做的，宁晨那边故意做局，就是想离间我们祖孙。当我老糊涂了？昨夜你若真把苏万恒掳走，把矿障烧了，今日万象楼踩踏的就不只是商路，是我整个宁家。父亲，就算烈儿一时糊涂，也不至于。一时糊涂，慈父多败儿。从现在起，宁烈少族长之位废了。爷爷，滚去祖祠跪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半步。大房名下30%产业暂交族中接管，再敢包庇他，你就陪他一起跪。你要查的东西，我替你翻到了些旧记录。苍玄学院如今只是学院，可它前身确实曾是本城最古老的一方修行传承。每年招生第一关都会启用一件旧物，名为苍玄古碑。那东西据说就是学院前身遗留下来的。果然，古碑就是下一处入口。不过你把陆清霜得罪的不浅，他若在招生时为难你，也不奇怪。他最好别挡我的路。你这弟弟倒真是一点都不知怕。怕有用吗？夫人，算上昨日入库的那批，矿脉已累计开出下品灵石59000颗，中品灵石1008颗，上品灵石42颗。外层矿道已基本理顺，后面只会更快。下品灵石拨1万给矿上周转，再支一部分给寒山闭关冲关用，剩下的留给晨儿备学院之行。夫人如今倒真像再长一个家了。聚气中期已稳，再给我一点时间，后期不必太急。家里如今有我和周伯，你尽管去走你的路。那不是宁烈吗？听说他少族长之位都被废了，还不是让宁晨逼的。宁晨，离了宁家，你也只配来学院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可惜招生台上比的是本事，不是万象楼的脸色，更不是你那点装神弄鬼的运气。你说完了？那就闭嘴。废物叫的再响，也只是吵。招生第一关，起杯。此杯名为苍玄古碑，触杯者可测古灵灵性、根骨与潜力。凡能让古碑亮起3文以上者，可入外院；6文以上，可入内院候选。4文。不错。装神弄鬼，景门，门开了。果然，这里真有我的东西。
300年了，见过顾副院长。是你令古碑久闻其亮，开了这扇门。算是。副院长，此事必有蹊跷。他不过一个聚气境，怎么可能惊动学院古门？依我看，多半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邪门手段。苍玄古碑是我院底蕴，若真能被一个聚气小辈随意糊弄，那丢脸的不是他，是我苍玄学院。门印记，本来这门不只是因你而开，他还选了你。宁晨竟已能走到这一步，可若和那位黑风岭中的神秘公子相比，终究还是差了些什么。按学院旧规，凡被古门印记选中者，可先入古门一试，若能活着出来，且带回门内信物，可直接入内院。你敢进吗？有何不敢？残片的反应比外面强了10倍，这里果然只是入口。苍玄道院，区区守门傀儡，当年布置这类低阶护魁的人，最喜欢把灵盒藏在颈后第3节，这毛病到现在还没改。信物，玄元灵液，倒是正好能省我一些突破功夫。不过是走了狗运。古门之内，机缘与杀机并存，他若死在里面，也怨不得旁人。宁晨，你如今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这不是单纯的灵池，他在养的不只是修士灵力，还是更高层次的元气。苍玄道院外门养元池，丰盈池印者，不过是当年设下的一道残留识别罢了。一起出手，他必死无疑。宁晨，今日我是来退婚的。就凭这些，也配乱我心境？我心如骨，臣可复其表，不能断其真。好，那便借你这口池，先破聚气后气。养元池竟也被惊动了。副院长，你是说苍玄古门不只是开了，里面那处外门养元池恐怕也认了他。聚气后气，地缘果然也被养强了一番。看来我之前的猜测没错，下界这些旧日遗产的确能反哺地缘。内院旧址，聚气后气又突破了。若只是宁晨，也足够惊艳。可若和那位能于金丹妖兽的神秘公子相比，我当初的选择也未必全错。古门信物呢？外门首席令，宁晨持古门信物归来，按学院旧规，可直接入内院。不过是仗着门中机缘，真动起手来，你未必。宁晨，你靠古门机缘，靠外物造势，倒是把自己抬得挺高。可修士终究是修士，有没有真本事，不是碑上亮几道文说了算。敢不敢上来和我打一场？可以，打你
还不需要借什么古门。什么？禁药！宁晨，给我废！废物，就算吃药，你也还是废物。宁烈，你从前不是最爱说我没了父亲便什么都不是吗？现在看来，没了宁家，你才什么都不是。够了！宁烈，招生考核中私用禁药，取消资格，逐出广场。宁晨，我是不是真的错得越来越离谱了？久闻开碑，古门认主。宁晨，终于轮到我来见你了。苍玄古门300年未开，如今既被引动，便不能只开一次便罢。按学院旧规，持古门印记者为首。本届考核中灵文最强的其余2人可随行入旧制外层一试。沈清月6文，林玄舟4文，你2人可愿同行？弟子愿意。晚辈遵命。旧址外层虽不及古门凶险，却也绝非善地。进去之后，先保自身。3人今日休整，明日入旧址外层。宁公子，林家的人算是，只是没想到本城这种地方，竟真能出你这样的人物。有事？明日旧址外层恐怕不会太平，若你只把它当一场学院试炼，会吃亏的。林海，林家原来还藏着这么个人。多谢提醒，不过我向来不吃亏。果然，你也看出来了。此处便是苍玄旧址外层，里头还残留着部分古镇与守护禁制。你们只有2个时辰，时间一到，我会强行关门。宁晨，你既得了外门首席令，进去后或许会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知道。若遇真正生死险境，捏碎它，我会强行破门。在前面，这里不对劲。小心！这样下去不行，左3右7，注定受手。打那里。你怎么看出来的？猜的。这里封着东西，看得出来，不是妖兽真身，是当年留下的一道兽魂。可封禁松了太久，这东西已经快脱困了。能不能退？现在退，它出来的更快。帮我征3息，你尽管动手。金丹！果然没那么顺利。悟空，小猴，
真的是你！黑风岭里的人是宁晨，我一直仰望、一直拿来与他比较的神秘公子，竟然也是宁晨。我到底错过了什么？是。够了。所以，黑风岭里那个人，万象楼里那个人，一直都是你。现在认出来，晚了。又一件，有了他，内院旧址的门便能再开一层。方才若非有你，我与沈姑娘，怕是都得折在这里。顺手而已。所以，我曾经退掉的不只是宁晨，也是我心里一直以为最该遇见的人，对吗？你退的只是你自己选错的路，与我无关。里面发生了什么？丰寿古殿异动，已经压回去了。苍玄石药，你竟连这东西都拿出来了！宁公子，现在我们该重新认识一下。宁姑娘，你藏的也不浅。临海初期圣境神魂，青兰，宁公子好眼力，不过是早年得了些机缘，侥幸走得快些。机缘，本座可看不出什么机缘能让一个小城女子把气息藏到连我都险些瞒过去。陆长老若真想问，不如先问问苍玄学院为什么300年都开不了的古门，偏偏被宁公子打开了。各有机缘，各有秘密，学院只看结果，不究来历。3日后，你持苍玄石药来见我，到时我会亲自带你开启内院旧址第一层。好，就此别过。我说过，要送你一份礼。少主，陈硕，属下无能。当年二爷出事，我没能护住他。硕，二爷不是死于妖兽，也不是死于意外，是宁重月设局，宁烈带人围杀。证人我保了多年，证据也够了。很好，那明日就该轮到他们还债了。宁晨，这是何意？你不是想知道宁家该如何赎罪吗？今日我便让你看个明白。你竟还活着！宁重月，家主，当年二爷从秘境归来，得了重宝，大爷父子眼红，便故意以黑风岭异动为名，将二爷骗出城外。属下亲眼所见，是宁重月先断后路，宁烈带人围杀。胡说！一个废物护卫的话，也配当证据？啊！原来真是你们！宁重月，你还有什么话说？成王败寇，我只是替大房提前拿回本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为了掌权，你竟真敢弑弟！弑弟！当年宁重风处处压我，大房永远抬不起头。若不除他，宁家还有我父子立足之地吗？是，我们就是要他死。可我最后悔的不是杀你爹，是当初没把你也一起弄死。终于肯说真话了。来人，拿下宁重月宁烈，废其修为，押入祖祠。既然都不让我活，那就谁都别活！晨儿，你这一场替我父亲。他跑不了。宁晨，你真以为这一切只是我大房父子的手笔吗？当年你父亲从秘境里带出来的东西，早就被我献给了大人物。你便是杀了我，也永远拿不回来了。九幽会，这是九幽迷宫在下界布的一条外围暗线。九幽天尊，当年围杀我时，你果然也在往下界落子。怕了？那位使者说过，只要我把东西献上，将来便有我宁家天大的造化。若不是你突然翻身，我早已带着大房飞黄腾达。原来如此，你不只是杀我父亲，你还替别人卖了他的命。去死！怎么可能？宁重月，你竟还敢勾结外贼！外贼又如何？只要能赢，只要能压过宁重风，压过宁晨，我什么都敢做。那你便不再是我宁家的人了。宁晨，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九幽会的人早晚还会来找你。那就让他们来，来一个我杀一个。是我识人不明，也是我负了重风。不是共鸣，是厌恶。九幽一脉气息，我死都不会认错。宁重月弑弟通敌，死有余辜。宁烈残害手足，围杀亲疏，谋害平族。即日起逐出宁家。爷爷，我是宁家嫡孙，你不能拖出去。从今往后，宁家二房旧部、矿物人手资源调配之权尽归你手。族中品行尚可愿改过者，也由你责用。我说过，宁家不是回不回去的问题，而是谁愿不愿从旧秩序里走出来。我结束了。宁家的账差不多了，可父亲的死恐怕还不止宁重月父子这么简单。这东西叫九幽会黑令，而九幽会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势力。所以今日我等请尊赴死。九幽冥宫当年围杀我的势力之一，看来他们不只是想让我死在上界，连我留在下界的东西，他们也一直在找。晨儿，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先入苍玄内院旧址，把属于我的东西一件件拿回来。至于那些伸进下界的手，我会一只只给他们剁掉。此地便是苍玄内院旧址第一层入口，300年来无人能开。你若打开此殿，里头所得，学院只取一关不强占，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诚意。够了。真开了。等等，里面若有不属于苍玄道院的东西，这枚定心针会先动，算我送你的第2份礼。你倒比李雪舟有用。彼此
又是一处源头遗迹。果然有外来气息。九幽会，你们竟把手伸到了苍玄道院的旧址里。清仓分舵，拜见使令。九幽一脉的铭文和宁重月手里那块黑灵同出一源。苍玄旧址，探查无果，检测统计，玄之遗痕。找死！行，坐标锁定上北明宫。远古遗痕，他们果然一直在找与我有关的东西。既然这一世又盯上我了，那便试试看，谁先死。终于出来了。不对，那不是苍玄道院的气息，果然，里头早被脏东西摸过。宁晨，观天惨剑，苍玄道院当年用来校准天恒成域古录的东西之一。内院第一层已由持土者云起，若后世道路已断，则持土者可循境东新路，直入天恒成域旧道台。天恒成域旧道台，果然，苍玄道院和后面的成域遗产本就是连着的。启明桥灯，那是什么？不像下界星象，这气息不是清苍大陆能有的东西。竟拿到了2件，来得还真快。谁？找到了！清仓分舵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玄古遗痕了。原来学院里也有你们的狗。小畜生，交出残镜与阵图，否则……明桥灯，果然，灯起桥现，桥现公之。九幽冥宫很快便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苍玄，镇明，完了！这绝不是清苍大陆的术法。跨界投影，残桥幽月，九幽冥宫的巡界桥影。当年藏地天渊外，九幽天尊就是踏着这类冥桥来为我地观。好，这一世终于又让我撞上你们了。九幽冥宫巡界孙月无度奉命巡下，清苍大陆既现玄古遗痕，便封天锁界，待我亲至。月无度，九幽天尊麾下巡界使之一。当年你们一群狗，在我地观之外摇旗呐喊，如今倒敢先一步追到下界。宁晨，到底招惹了什么？不是我招惹了他们，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你早就知道，那不是下界势力。知道一些。九幽冥宫，上一世你们坏我地观，断我成帝路，这一世你们敢来，我就敢杀。